据说1950年的纽约时代广场街头，不知从哪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叔，他只有30来岁，样貌端庄，衣着得体，戴着宽边帽，穿着厚西装，长着大胡子，犹如几十年前的装扮。大叔站在街道中央，不停地在发抖，惊慌不安地望着四周，看起来害怕极了。突然，大叔夺路而逃，冲向了旁边的小道，与一辆汽车发生了碰撞，最终不治身亡。警察处理这场事故时，在大叔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些1864年的钱币，还有一封信件和明信片，上面的收件人是芬茨。警察按着地址查找，发现这里并没有叫做芬茨的人，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。警察回局里翻看档案，找到一则失踪案。1876年，一个女人报案，她的丈夫叫做鲁道夫·芬茨，夜晚出门之后神秘消失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警察四处寻找，也找不到任何踪迹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难道1950年被撞的这个大叔和1876年消失的男人是同一个人？我是三体君，欢迎收看本期未解之谜——时间旅行者。1955年，泛美航空914号客机从美国纽约升空，当时晴空万里，天气甚佳，飞机经过检查也没什么问题。可是飞机升空后没多久，它便从雷达上消失了，机场人员都懵逼了。经过几个月的寻找，搜救队找不到飞机残骸，因为客机线路经过大海，导致所有人都以为它沉入海底。遇难者家属也收到了赔偿金。1990年，委内瑞拉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了一架老式客机，飞机还没停稳，警察把它团团围住。原来1955年消失的914号客机竟然在35年后出现了，机场上所有人都容颜未老，飞机也没有任何损坏。那么他们是怎么从纽约飞到4000公里外的委内瑞拉，而且还在空中停留35年？警察对机上成员进行盘查，但所有人却异口同声，他们从起飞到降落就经历了几个小时，而且飞行记录上也标明飞机只运作了大半天而已。难道914号客机穿越时空了？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非常疑惑，咱们慢慢往下看。咱们先来说说1950年纽约时间旅行者事件。那个大叔真的来自1876年吗？曾有位阴谋论者对此将信将疑，便着手调查事件真伪。他在浏览报刊时，发现在《超自然》杂志里有一个叫做《我很害怕》的故事，讲述的就是这个大叔的来龙去脉。他调查了作者，发现这位作者发表了众多超自然的文章，有的是纯文字，有的还附加了图片，看起来每件事都很真实。但他又发现，每个故事的结尾，作者都会标明本篇文章纯属虚构的字样。而1955年消失的914号客机呢，其实这件事也是虚构的。1955年发生了许多起空难，但每一起都找到了残骸，全年根本没有飞机消失的空难记录。而且这架飞机从属泛美航空公司，但这个公司并没有相关业务。那么1990年降落在委内瑞拉的客机到底从何而来呢？或者说914号客机消失35年的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？